我曾经以为丰盛是一种累积，赚得多一点，存得多一点，拥有的东西多一点，人生就会安心一点。所以我拼命努力，拼命抓紧，不让自己有一点松懈。我把生活过得满满的，只为了不让失去有机可乘。我以为那是一种负责任的活法，我以为这样我才有资格对未来有所期待。但事实是，我越是怕失去，就越是活得像在失去里。我把安全感建筑在控制上，却从来没有真的安心过。那段时间，我的心一直紧绷着，不管我拥有多少，内在都还是有个空洞。我渴望更多的收入，更稳定的关系，更明确的方向。但这些渴望的底层，其实藏着一句话：如果我没有，就不够好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失去了一笔我以为稳当的收入，失去了一段我以为可以走下去的关系，失去了一种我习惯依赖的身份。那天，我瘫坐在床边，觉得人生忽然空白。我不再有什么可以紧抓的了，也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证明自己的了。就在那样的空无里，我第一次问自己，如果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还剩下什么？我以为我会感到恐惧，会想尽办法填补。但意外的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。那是一种我终于不用再撑了的释放。原来，真正让我痛苦的不是失去本身，而是我对失去的恐惧。我一直以为要靠不断抓取才能保有，却没发现那些紧握才是让我与丰盛断线的原因。当我一直怕没了，我的频率就在对宇宙说，我还不够。我开始慢慢学习放开对结果的执着，放开对掌控的需求，放开对自我价值的条件式定义。我开始告诉自己，就算什么都没有，我还是完整的。我开始让自己走回当下，而不是总是往未来投射焦虑。那一段放手的旅程，不是一下子完成的。我还是偶尔会害怕，会想追回，会有不甘心。但我学会不再抗拒那些情绪，而是温柔地陪自己走过。每一次愿意选择信任的时刻，都让我与自己靠得更近。然后很奇妙的，当我不再执着于一定要得到什么时，一些从未想过的资源开始靠近我，一些真正适合的连结慢慢出现。我不再刻意经营什么，但生命的流动变得比以前更加宽广。我开始明白，丰盛不是追来的，是允许来的。那天我不再怕失去，丰盛才悄悄靠近。它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，而是我松开了我必须的能量。我不再站在恐惧里要求拥有，而是站在信任里准备接收。那是一种全新的状态，也是一种真正的自由。真正的丰盛，是你不再依赖外界来证明你够好，而是你知道，你就是值得，你就是源头，你就是爱本身。那种能量会自然召唤一切与你对平的丰盛靠近，不是因为你需要，而是因为你成为了。愿你也能松开那些让你疲惫的抓紧。愿你知道，放下不是失去，是为了腾出空间让丰盛进来。愿你在每一个选择信任的当下，都感受到宇宙温柔的回应。因为丰盛从来都在，而你只需要允许它靠近。我以为丰盛是一种拥有更多的钱，更高的地位，更稳定的关系，更美好的生活。我为此努力，奔跑，拼命追赶。但内心始终有一种隐隐的不满足，像是怎么都填不满的空洞。我以为那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，还不够优秀，还不够值得。
所以我对自己更严格，设定更高的目标，逼自己成为更有能力的人。我把成功当作救赎，把拥有当作安全感的来源。但现实却让我一次次碰壁。当我终于拥有某个想要的东西时，快乐总是短暂，接着而来的是更大的焦虑与空虚。我开始怀疑，难道我追求的一切其实只是表面？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段沉静冥想后，听见内心的一句话：真正的丰盛不在外面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懂了，原来我一直在用外在去补内在，而不是从内在去创造外在。难怪即使手中握着更多，我的心还是空的。我开始重新学习什么是丰盛，不是银行账户的数字，而是我起床时是否感觉被爱，是否感到平静，是否对今天充满期待。不是拥有多少东西，而是我是否觉得自己本身就足够。不是别人怎么看我，而是我是否喜欢自己正在成为的样子。我开始把注意力从外界收回来。我问自己，我今天的能量是丰盛的吗？还是匮乏的？我选择行动，是因为相信自己值得，还是害怕错过什么？我学会辨识那些来自爱的选择与来自恐惧的反应。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个奇妙的变化。我的语气变得温柔，我的步伐变得稳定，我的决定不再慌张。我不再只是想要很多，而是感觉已经很多。那份心里的饱满开始自然地向外延伸。我不再用力去争取，而是让一切在对的时候自己靠近。我不再焦虑未来，因为我知道我正在创造它，而不是等待它发生。我开始拥有更多自由时间，更深层的关系，更宽广的空间。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已经拥有的人。丰盛不是目的，而是一种状态，是一种你怎么看自己，怎么对待生活，怎么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。当你从内在知道自己已经足够，你自然会吸引那些对等的实相靠近。不是奇迹，而是自然的回响。愿你开始回到内心，感受那份早已存在的丰盛。愿你知道，你不是缺乏什么，而是还没完全相信自己本来就值得。愿你每天醒来的第一个念头是我已经很好了，而不是我还差什么。因为丰盛从内在开始，才会在外在延伸。它从你如何爱自己开始，延伸到你如何创造世界。它从你怎么说话，怎么呼吸，怎么选择开始，最后成为你所生活的每一个场景。等待是我们生命中再熟悉不过的一种经验。等一个人回讯息，等一份工作的消息，等梦想开花结果的那天。我们总以为等待是被动的，是生命中的空白。但其实每一种等待都是内在悄悄进行的熟成。我曾经不擅长等待，那种什么都不能做，什么都不确定的状态让我焦躁不安。我想预测未来，催促进度，寻找保证，却在过度用力中失去了与当下连结的能力。我曾把等待视为浪费时间，觉得那是进度的停滞，是宇宙的拖延。我没看见那段静默的时光，其实是灵魂正在为下一阶段做准备，是内在正在转化、升温、成熟。就像果实不会在播种后立刻长成，梦想也不会在许愿后立刻落地。真正的丰收都需要时间，而那段时间叫做熟成。熟成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蜕变，它不是表面上看得见的变化，而是深层的、隐微的、
慢慢生根的过程。你可能以为你什么都没做，但其实你正在练习信任，练习稳定，练习不因外界而动摇。我记得有一段日子，我什么都在等，等关系回应，等工作突破，等生活有个转机。那时候我每天都觉得心很慌，好像一切都还没开始。但回头看，那些静止的日子，却是我最深的沉淀与成长。我在那些日子里，学会不急着回答，也学会不急着要求。我开始看清哪些渴望是源自匮乏，哪些是来自爱。我慢慢不再想要快速结果，而是更在意我是谁。那份慢慢熟成的稳定感，才是真正支撑我走向愿望的力量。每一种等待，都在雕塑一种新的你。不是更努力的你，而是更笃定的你；不是更急迫的你，而是更温柔的你。宇宙在等你准备好，不只是外在条件，而是内在的共振。你的频率成熟了，你的愿望才会来得刚刚好。熟成不是停滞，而是酿造。就像美酒需要时间沉淀香气，你的梦想也需要你先成为能够承载它的人。那个能够承载的版本，是透过等待养成的。所以，我不再排斥等待。我知道它不再是生命对我的惩罚，而是一种深深的准备。我开始在每一次还没到来的时刻里，问自己，我可以怎么陪伴现在的自己？我不再焦虑那一天什么时候来，而是让自己成为每天都准备好的人。愿你也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等待。愿你知道，等待不是空白，而是厚实；不是停摆，而是转化。愿你不再想着什么时候会发生，而是静静告诉自己，我正在熟成。因为每一种等待，都是内在为愿望落地所做的深层准备。我在想，显化要靠意志力吗？每天视觉化，每天书写愿望，每天反复告诉自己，它会来。我以为我要时时专注，绝不怀疑，才能让宇宙听见我的请求。所以我用尽力气去对齐，却反而更感觉疲惫。那种疲惫，是一种一直要相信，却又偷偷怀疑的拉扯。我努力想维持高频，努力做正确的显化步骤，但心里其实没有真的安稳。我在期待里感到不确定，在等待里感到不安全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觉得好累，不是身体的累，而是内心一直在抓、在撑、在催促的那种累。我不想再逼自己正面了，我只是想让自己安静下来。我停下所有练习，只是静静地坐着，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那一天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也没有刻意想任何愿望，但心里忽然浮现一股说不出的平静。我仿佛对自己说，不管有没有来，我都会没事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这才是真正的心安。那份心安，不是来自外界保证了什么，也不是因为我看见了迹象，而是我开始相信，就算此刻还没有，我也已经很好。我不再从我需要出发，而是从我已足够出发。不是不想要了，而是不再强求。神奇的是，就从那之后，一些我渴望很久的事情开始自然地出现。没有预期，没有刻意，就像风轻轻地推开门一样。我开始发现，原来真正能够吸引愿望靠近的，不是紧抓，而是安住。不是做了多少，而是你是不是在对的频率里。心安的时候，显化来得最自然，因为你不再阻挡它，不再用焦虑的能量把它推开。你像是一个打开的容器，准备好承接，而不是试图控制。那样的你，
才是宇宙最容易回应的状态。显化从来不是靠用力，而是靠对齐。当你从内在发出“我已经很好，我愿意接收”的讯号，宇宙就知道你准备好了，不是因为你做得够多，而是因为你真正相信自己值得。我开始练习每天先安自己的心，而不是急着设目标。我问自己，我今天想怎么感受，而不是我今天要完成什么。我让每一个选择都回到让我更安定、更轻盈的方向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在对的频率里，显化会自己来。那不是逃避，也不是被动，而是一种来自深处的信任，一种与生命合作的节奏。你不再是单打独斗，而是让宇宙成为你的共创伙伴。这种共创的前提，就是你先安住在自己里面。愿你也开始练习，从做很多，转为感受清晰。愿你知道，真正的显化不是追来的，是你对自己说“我值得”的那一刻开始的。愿你在每一次焦虑想要更快发生的时候，提醒自己，先让心安静下来。因为心安的时候，显化才来得最自然。我们总以为显化是一种未来式，要先写下愿望，设定目标，视觉化画面，然后静待那一天的到来。但我后来才发现，真正有力的显化其实是现在进行式，是你愿不愿意先成为那个你渴望的样子。我曾经把愿望写得很详细，想要的工作样貌、关系品质、生活状态，一条条列得清清楚楚。但那时的我还活在有了那些，我就可以变得不一样的逻辑里。我以为变得幸福是靠结果来塑造的，可是生活却一次次的让我看见，如果我还是用旧的方式对待自己，做选择，思考事情，再多的愿望也只是纸上谈兵。因为我的频率还是那个不相信自己值得的人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问自己，如果我已经是我理想中的样子，我会怎么过今天？不是等愿望实现才去改变，而是现在就开始过那样的生活。我不再等爱自己那一天到来，而是今天就开始用爱对待自己。我不再等生活安稳了才安心，而是练习在混乱中找到稳定感。我开始每天穿上让自己觉得自信的衣服，开始说出真实的感受，哪怕语气还会颤抖。我开始选择尊重自己的步调，不再配合每一个外界期待。我开始活得更像我想成为的那个人。这样的转变不是外界改变了什么，而是我改变了内在的设定。我不再是等待被实现的版本，而是正在成为的版本。每一个选择，每一个行动，每一个信念，都是我用能量在画出新的我。活成你想要的样子，是种显化魔法。它不是刻意装出来的样子，而是你从内心愿意与那个版本共振。当你先活出来，你就为宇宙提供了对齐的坐标。不是等世界变了你才变，而是你变了，世界自然跟着调频。我曾经以为我要等到安全感来了，才能勇敢表达自己。但其实是我开始表达，安全感才慢慢生成。我曾以为要有爱的人出现，我才会感受到被爱。但其实是我开始活得值得被爱，爱才自然靠近。你怎么对自己，宇宙就怎么对你。你怎么看待自己，生活就怎么回应你。你怎么行动，就决定你在哪一个现实版本里呼吸。而这一切都始于你是否愿意先活成你渴望的样子。愿你从今天开始，不再只是想象那个更好的你，
而是开始选择，从一件小事开始活出来。愿你知道，你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对宇宙说，我准备好了。因为活成你想要的样子，不只是改变自己，它是最强的显化魔法。焦虑是我曾经以为的动力来源。我告诉自己，要抓紧时间，掌握机会，不能落后。要时时准备，快速回应，不容有失。我以为只要保持这样的状态，就能抓住我想要的一切。但现实却让我一次次耗尽。我越是用力，机会越是遥不可及；我越是紧张，灵感越是封闭。我陷入一种什么都在做，但好像什么都没进展的矛盾里。那不是我不够努力，而是我用错了频率。我开始观察自己在焦虑时的状态。我会不停刷新邮件，查看讯息，猜测对方的想法。我会在夜里翻来覆去，思考每一个可能的错误与风险。我试图用控制来换取安心，却反而让自己更不安。然后有一天，我累了。不是生活让我失望，而是我终于看见自己为了安全感，花了多少力气在紧抓不放。我问自己，如果我停下来，会不会有事情崩坏？还是我终于能好好呼吸？我开始不再逼自己回应每一个声音，也不再要求自己立刻知道答案。我开始让自己慢下来，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放下那种一定要马上完成的逼迫。我开始练习信任，如果这是我的，它不会错过我。我开始相信，我不必用焦虑证明自己的价值。神奇的是，就在我开始这样转变之后，一些原本难以联系上的人主动找我，一些以为遥不可及的机会悄悄靠近。我不再是那个不断投履历却石沉大海的人，而是开始收到我们一直在观察你这样的回音。当我停止焦虑，机会就主动来了。不是因为我突然变厉害了，而是我的能量变了。我不再是在我要证明我够好的频率里发出讯号，而是从我相信自己值得的状态中自然吸引。焦虑的本质是你不相信宇宙会回应你。你以为自己要一直跑，一直追，才不会被遗忘。但当你真的稳定下来，你会发现，原来是你一直在阻挡流动。是你用自己的不安筑了一道墙，把机会隔在外头。新闻的时候，宇宙的讯号才进得来。你不需要一直看手机，就会收到重要的讯息。你不需要到处推销自己，就会被需要的人看见。因为你是磁场，而不是推销员。愿你也开始允许自己放松。愿你相信，真正与你对频的，不需要你逼迫与强求。愿你知道，焦虑是杂讯，安定是通道。当你停止焦虑，机会就能看见你，靠近你，选择你。因为你不再从我还不够出发，而是从我已经值得出发。而这样的你，才是显化真正的开始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